我们身边会有很多塑胶材质的物品，像现在手上的保温水壶，不小心摔到地上，导致盖子卡榫，整个断掉了。原本先用快干胶固定，因为断在频繁活动的关节处，不出意外的话就该出意外了。真的又没多久又断了，所以除了用快干胶或 AB 胶粘接之外，今天来试一招更稳固的接法——塑胶熔接。感谢您收看刺猬帮频道，那我们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首先，我们把活动卡榫的连接轴取下来。你可以用平口镊子或金属棒把连接轴推出来，这样等一下在结合时会好做很多。你看，还可以看到之前快干胶留下的白雾痕迹，代表用胶水固定仍是不可靠的办法，而且又白白的不好看。所以等一下也会教你使用快干胶怎么避免白雾的方法。我们先把之前粘的快干胶痕迹清除掉，你可以用小刀清除，或是用斜口钳来移除先前的残胶。清除残胶后，比对一下塑胶结合处的方向，等一下结合时就不会搞错或卡住了。这是4边亚克力板，我们拿出快干胶。你是不是常常遇到每次使用快干胶时，出胶口常常被塞住而挤不出来吗？你可以找一支打针用针头套在出胶口上，就一直这样插着，不用再拔下来了。因为针头管子细，所以硬化塞住往往都会出现在针头前端。只要使用前拿出打火机，火烤针头前端约1秒钟，塞住的针管就恢复畅通了。而且针头是金属的，不怕火烧，这样就解决常常使用时塞住的困扰了。讲究一点的，可以先帮针头前端尖锐处磨平更好，而且针头更容易在细小处作业，点胶会更精准哦。实验开始，先把2片亚克力板用快干胶粘在一起，避免快干胶会产生白雾现象，可以在点胶前或点胶后沾上快干催化剂。催化剂有液态的，也有喷剂的，都行。多余的催化剂会自己挥发，或直接用布清洁也行。催化剂可以让快干胶硬化更快，且避免白雾的产生哦。接下来拿出恒温烙铁，这里建议采用可以设定温度的烙铁，就可以避免过热造成带凹芯，又可以很容易的帮塑胶定型。如果你的烙铁头可更换，可选择适合场景需要的型号，在这里通常是马蹄头或是刀头比较实用。我们先设定温度为150度。看样子这个温度还不至于融化塑胶，所以再调高一点温度试试。250度看起来可以轻易的让塑胶融化，这也验证了亚克力在制作成型时的料温240度相符。不同材质的塑胶也会有不同融化的温度，像 PC 材质的塑胶射出成型的料温就会达300度，实际使用时就可以慢慢提高温度到可以塑形为止。我们将烙铁轻压在亚克力结合处，让2片亚克力表面融化定型后再冷却固定。这个做法我们称之为熔接。与胶水结合相比，仅靠本身的塑胶融化后又结合在一起，就跟塑胶原本从塑胶粒加热后固化成型的成品过程是一样的。你看，结合强度会比仅用胶水连接好多了。当然还可以用弯曲的金属丝来当加强筋，就像水泥里的钢筋一样，让强度更坚固。这里就先用熔接的方法示范吧。我们要把连接固定的塑胶件确认好位置，在结合处点上适量的快干胶。固定好塑胶件后，再涂上快干催化剂，可以避免快干产生白雾，并加快固化速度。接下来用设定好温度的烙铁在接缝处熔出压痕，压痕越深，代表塑胶熔接的厚度越深，强度越高。因为是恒温烙铁的关系，所以不会产生有毒烟雾。就这样把所有的接缝处全部都压过一遍。接下来再轻轻的修饰压痕处，让塑胶表面恢复到平整的样子。这步骤可以慢慢来。你看，这样结合已经看不见缝隙。接下来再把保温水壶的盖子安装回去。
这就完成高强度的塑胶熔结修复啦。视需求，你也可以用金属式工法更强化结合强度。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拍一部影片分享一下，试试看，你也做得到哦。感谢观看，喜欢的话请帮忙订阅频道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